离开这座大山15年了，我又回来了。在大山里面，我有一处老的掉渣的土坯房，墙皮轻轻一碰就会掉下来。我想回到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给自己打造一座世外桃源。很久没有住人，屋后都长满了杂草。后面这是以前养猪的地方，还有堆了一些柴火。这种土坯房冬暖夏凉，承载着土家人民的劳动和智慧。这边是我们以前的柴火灶、厨房，后面呢是我们以前烤火的地方。这边是老卧室，还是以前的手拉的开关。这边都是以前的老的衣柜，纯实木的哦。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给我出张图纸，造一个世外桃源吧。我们这所老宅还蛮大的，下面一共有7、8个卧室，每一个卧室面积比较小。这还是以前用的第一批的那些遥控器、镜子，堆满杂物的房间。我们这边的大门是走里面开的，因为外面没有上锁。这个是我们的正的堂屋，有一个土家族的望楼。土家族的这个望楼代表着家庭兴旺，站在这个望楼上面可以看得很远。所以说后期装修的话，我想把这个原本的望楼给保留下来。望楼的两边是我们这个土坯房的2层，下面都是铺的木地板。这边的话，以前都是堆农村里面堆杂物、堆粮食的地方。这边是猪圈，农村里面家家户户都会养很多的猪。这个是老房子的原貌，想空了和家人朋友回来聚聚，改造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改造老房的第一天，今天的任务呢是给老房子全面的大扫除，拉了一车的日用品，毕竟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打扫卫生的第一站当然是厨房了，一顿不吃饿得慌了。我的柴火灶，我来了，以后就靠你了。看看我这口大铁锅，炖啥好吃呢？给你们看看我的厨房是不是超多的宝贝？以前的厨房就是废物利用啊，瓶瓶罐罐拿来装菜，现在都给它淘汰掉，一律不要。土坯房的这个楼板真的是每天掉渣渣，我得给它扫一扫。这个洗脸架可是个古董，我得把它好好擦擦留着。我一直没有搞懂，这么久没有住人，它为什么这么脏？应该很干净才对。我扫，咱这个院子里宝贝可是挺多的。这个大水缸，我得给它拉屋里去，后面用来养鱼或者是养荷花。堆在外面的木头，风吹日晒，全部都烂掉了。想想我的铁锅炖大鹅，我的柴火饭，烂了也是可以用的，把它移进厨房。毕竟在山里，那没有柴火是万万不行的，因为要吃饭就得靠它了。这里没有天然气，也没有煤气，所以说柴火可都是宝贝。今天简直是费腰的一天，不过呢，一边干活还可以找到很多宝贝，差不多有10几间小房间，真的是够我折腾了。看看这些柜子里还有很多宝贝吧，都是你们没有见过的。老的桌子椅子我全部都要留着。这个房间以前是客厅，有个大的吊扇，我就想给它改成什么好。看看我打扫卫生发现了什么蛇皮，你们见过吗？还有我小时候的闹钟，你们都没见过吧？我就把这个房间收拾完就不干了，明天继续。要想看我干活的，明天来啊。原本以为就我家没有水，后来发现村民家都没有水喝，因为常年的干旱，很多山泉水都已经没有了。今天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水源，然后给村上修一个大的水池，让我自己也让村民们都有水喝。沿着这个水源一直找到山顶上去，然后继续往山里面走。这个水非常的清澈见底，我感觉肯定比我们城里的水好。在邻居叔叔带领下，
找到了一处山泉水啊，这个水好，全部是从山洞里面直接出来的，多么的清澈，可以直接喝这个水，直接可以喝的，今天太高兴了，就去吃那个。这个爬在电线杆上面的就是我老爸。没有像城里那样便捷的交通，电缆也不会走地下。在改造这座土坯房的时候，我就想要把院子扩得大一点，然后把电线杆移到屋后面去。当时决定回到大山里面的时候，其实身边所有的人都在反对，他们说这里人烟稀少，一天都见不到一个人。他们说你在城里辛辛苦苦赚的钱，如果花在这个大山里面，就等于丢掉了。其实回来的时候我也纠结了很久。今天挖机进场去挖这个水池，到修完，挖机是按小时算的，修这样一个水池差不多也要2万多，接近3万块钱。我是大山里走出去的，我也并不是很富有。身边的人说你自己都过成这样了，还回乡去做什么乡村振兴，做什么自己的院子的梦想，还妄想去帮助别人，自己又没有多大本事。今天当挖机在动工挖水池、挖化粪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对，也许我就是别人眼里所说的那样，自己过得也不算如意，却见不得人间疾苦吧。挥的是我爸爸，今天我妈也过来帮忙。我爸妈都是大山里面的农民，我是农民的后代。我想回来并不是因为我很有钱，我只是觉得山里面空气很好，爸妈近一点，然后这里吃的东西也很健康。在城市打拼会觉得压抑，喘不过气，也很累，所以说我想回家乡造一所院子。我就想把这个梦做得真实一点。茶园旁边的荒地做成一个喝茶的平台，竹园就保留下来。在我小时候放学就是干农活、采茶、勤工俭学。我们小时候是没有玩具的，我想把小时候的记忆保留下来，把这些森林旁边的茶树保留下来。在挖机的帮助下，水池的大致形状已经出来了，是一个圆形的，建在屋后的一个角落里面。其实建水池这些事情都是在我回来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也超出了我的预算。但是我一直觉得，就是不要因为爱而小而不为。所以说，既然坚定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要担心自己的力量很渺小。在后面水池的位置就可以看到茶园，然后我让挖机师傅去做一个4个平台。原本的地是荒地，做4个平台可以去种菜，也可以去做喝茶的位置。我相信，当你们看见我身后的大山及这些蔚蓝的天空的时候，你们一定会支持我回来的。和爸爸搭了一个简易的木平台，然后铺上薄膜，然后上面要堆修水池的水泥和隔潮的作用。茶园的平台差不多做好了，然后下午去把屋旁边的这一条土路扩宽一点。后期的话，一些材料是进不来的。还有很多人说，原来山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是不通水泥路的，这个是很正常的。像这样不通水泥地的地方特别多。在电视上，在手机里看见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的繁荣，每个人都住着豪宅，开着豪车，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另一面。山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如果去修水池的话，靠人力在山里面其实是很难完成的。我们决定用挖机去运这一些水泥到水池的位置，因为不可能靠50、60岁的老人去一代一代去背这个水泥，那是很难去完成的。都特别感谢我爸爸，我都无法想象他和妈妈是怎么样在大山里养育了我和我弟弟。今天的任务非常的繁重，今天的任务是清理这个猪圈，这以前是养猪的地方，把猪圈2层的阁楼全部拆掉，这些木头全部清理掉，因为我打算用猪圈去做一个茶室，这样你们敢不敢来喝茶？
这边是以前的堂屋，也就是望楼的位置。今天我和我妈妈清理望楼上面两边的阁楼。2层的面积也很大，两边全部是堆的以前的做农活的一些工具啊和一些废的东西，什么椅子啊、柜子啊，啥的都有。看我手上拿的，这是大山里的木锯，锯木头的。现在清理这种几十年前的东西，我们觉得好像是垃圾，其实在那个年代，这堆在楼上的每一件很小的东西可都是宝贝。从楼上全部把这些垃圾丢了下来。还好听老爸的，买了一个车，干起活来方便多了。然后整个阁楼上的东西清理完的话，预计要拉这样50车，有可能才能拉完。如果你们在村里待久了，又想减肥，那么欢迎来我这里搬砖啊！我绝对管饭，但是呢，没有工资啊。来我山里1个星期就能够达到在健身房1万的效果。你们看视频是不是觉得挺好玩的？但是真的很费腰啊！所以说这就是梦想和现实的差距。这个棕叶除了做扫把，我们山里面还用它来做床垫，就是棕叶床垫。蚂蚁搬家正式开始，2楼阁楼的1间的工作量，阁楼上面还有1层阁楼，而且我想我是没有办法拆阁楼上面的阁楼了，得请叔叔他们来帮我拆。阁楼的右边清理完，这边是阁楼的左边2层。上面都有很多的梁柜，然后阁楼拆完的话就这样敞亮一点，我准备把阁楼全部拆掉。我和我妈妈今天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明天继续。给大家看一下茶园这边的4个平台已经平好了，我觉得还是挺敞亮的，比以前的斜坡要好看的很多。下午然后去开始拉石头，这样1车石头运费加石头一共要接近1000多，接近2000块钱。每一车花的我都特别的心痛，预计差不多要拉5到10车的样子来砌这个茶园边上的宝坎。谁告诉我说大山里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因为我们这里不通水泥路，而且很偏远，拉水泥和砖过来的运费都特别的贵。下午让师傅把水池的砖也全部拉过来了，还有沙子全部都堆满了。本来公路扩宽之后我就想保持这样子，后来我爸说如果不做宝坎的话，时间久了的话土全部都会垮掉，会不安全，所以说也拉了很多石头来做这个公路两边的宝坎。回大山里造院子这件事情，其实最初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复杂，会这么艰难。也许这就是人生吧，它永远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昨天挖机把该平的地方全部平好了，应该请人工去砌的宝坎，因为石头太大了，都是几百斤的，所以说最后请挖机师傅和人工一起去砌这个宝坎。这2天也收到了很多粉丝宝宝的留言，我回山里面是炒作还是怎么样的？今天觉得还是应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第一呢，我确实是大山里的孩子，从这里走出去的，回来改造老房，确实是因为自己有一个院子的梦想。后期至于朝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说实话我现在没有想好。房子如果改造的好，后期能够去做旅游，然后去做民宿，那样子是最好。前面的视频我说过，不要因为爱而小而不为之。其实我觉得回到家乡也是这样子的，如果我自己的能力有限，我只能够帮助到自己，那是生存的问题。那么如果我能够解决自己生存的问题，后面又能够给家乡带来一些变化，能够帮助到家乡做出一些改变，那我觉得我现在去做这件事情，它是更长远更有意义的。现在来说，我还没有足够多的资金去请摄影师去拍一些专业的段子啊，或者是说去拍一些
些专业的镜头。是，我觉得反而就是有可能一个手机支架这样简单的一些剪辑和拍摄，恰恰能够记录真正大山里最原始的状态。回到这里，其实我曾经也做过一些梦，像李子柒那样去过诗一般的田园生活。当我真正回到大山里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团队，也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你根本没有办法过李子柒那样的生活。目前对于我来讲，我请不起摄影师，也请不起助理，也请不起剪辑师。我觉得通过我自己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以及去改变家乡，我觉得这样就足够了。有一句话叫做，首先你得养活自己，后面你才能够想到去帮助他人。而我也在一点一点的努力。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我特别希望这场雨可以下得久一点，因为很久没下雨了。下午雨停了之后，把进门的这个土路的两边也去做成宝坎，因为我爸爸说，如果土路长时间不打理，也不去起这个宝坎的话，这个路也会塌陷，所以说就一不做二不休的把这一条路边也给它砌上。大山里的雨天就是这样云雾缭绕的，除了鸟叫声，真的听不到其他任何的声音。拍完了。门口左边有一棵枇杷树，右边有一棵李子树。李子树这段时间已经在开花结果了，枇杷树今年结的特别的多，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吃了。阴雨天的大山，现在是下午4点钟，门口这一条土路已经彻底被我们扩宽了，准备全部把它平整一下。这个叔叔是挖机师傅的爸爸，他们两个合作，然后挖机放石头，叔叔指挥，然后让这个宝坎修得非常的平整。看似特别简单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开挖机的小哥哥也是80后吧，属于比较小的，也算是留在山里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这个角度看过去，有没有觉得这真的砌得特别的整齐？看看这师傅指挥的坎儿可掉得直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平凡的，我们的一生并不一定要做特别多辉煌的事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把一些很简单且很细小的事情把它尽量做到完美，我觉得就已经很棒了。有人说拍视频的镜头是为了带货，其实我蛮想说，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有能力去带货的话，我一定会特别开心。那意味着我能够有能力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能有能力去请挖机师傅，然后请很多的工人，然后也能够让他们去养活他们的家人。我觉得这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能力，虽然我现在并不具备，但是我认为这种嘲讽是我前行的力量。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做到了呢？对于这些嘲笑我的人来讲，有可能别人只是一句玩笑，但是对于我而言，这也许要付出100倍、1000倍的努力，也未必一定能实现。如果能实现的话，我想那一定是对我最大的嘉奖。这个尖的就要一点一点把它锤掉，是吧？我们也许会嘲笑师傅的双手充满了茧，这里的泥土特别的脏，但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双手
的时候，我感觉我都要哭出来了。就像站在高处的人，你永远无法感知在这些大山里每一个百姓的艰辛。只有当你回到他们的身边，真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现他们赚的钱真的特别的辛苦，但是真的特别的干净。今天下午挖机要做最后的收尾的工作了，把进门的土路全部的平整一下。挖机师傅的工作差不多接近4天多的时间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在准备晚饭，然后现在挖机师傅把他的车全部装上车。我们还给挖机师傅准备了很长的2根木杆，因为在他回去的路上有好几个电线杆的电线挡住了去路，挖机的层高太高了，这样子会过不去。后面要用2根木棍把电线移一下才能过。叔叔还在做宝坎的最后收尾工作，他要把每一个细小的石头全部填进宝坎里面，这样使得它更牢固一些。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和我的小院一起成长，明天再见。难得进趟城，能买的都买上。大山里买东西很不方便，今天专门到县城，马上会有很多工人过来，多买几床棉絮。我要县城去了，但是我爸没有闲着，他把每个房间的隔断墙全部帮我拆掉了。这些老红砖我准备全部把它留下来。那一共是5个房间的隔断墙全部要拆除。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男人最爱我，那一定是我爸爸。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永远无条件的支持我。老房子中间除了这种小走廊也全部拆掉，因为走在这种走廊里面其实感觉还是很压抑的，所以说我准备全部做成很敞亮的一个大的套间。我的水池已经开始在修了，之前大家担心不安全，我们的师傅每隔20公分都会做一个钢筋的加固圈，所以说后面还是很安全的。我也想过去买一个小的水罐，这样子简单，但是附近村民家的水池都很小，干旱的时候他们的水瓶就不够用，所以说我想既然修了就修大一点，水池就给大家公用，这样子大家没有水的时候也可以从我家引水过去。只是这个水池修得越大就超出了我的预算，还好我爸一直在帮忙。看看我的水池还是挺漂亮的吧。我们的师傅还是很辛苦的，差不多花了3-4天才修到这个位置。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干，师傅的手法明显比我好太多了。本来挖机师傅的活已经全部干完了，今天又把他叫过来了。这下好，我的成本又增加了，让他把操场帮我转了之后，把我们家旁边的土路也平整一下。每天琐碎的事特别多，我感觉我就没有一件事情完全记住了。和我的小院一起成长，咱们明天再见。我今天要早点睡觉，免得又忘事儿。改造老房的第10集。被挖机挖掉的茶树堆在路边，居然没有死。毕竟一棵茶树长到现在，也经历过了很多年的成长。如果这样就被丢掉的话，那样太可惜了。我决定把它们全部给种上。
没有种，这里全部都成了荒地。今天把剩下的茶叶全部把这些空缺给补起来，要不然这个宝坎会往下面溜土。所以说这注定是一个体力活。之前一直计划去买只大狗陪着我，这下好。前天起床，它就在我的家门口，在山里面也不知道是谁丢在我这个门口，也许知道我们回山里了，正好缺一只吧。捡到它的时候，其实我没打算养，因为我觉得颜值不高。这下好，既看不出来品种，也不知道它到底能长多大。而且它的眼睛左边是黑的，右边是白的。老爸说它肯定是一只串串，但是至于是什么串什么，我们也搞不清楚，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被丢掉，所以说它特别懂事。所以说经过了2天思考，我觉得还是把它留着吧。很多沙毛全部把它清理回去引火，把沙毛全部清理完之后，接着要把剩下的茶树喷完。老爸说有叶子它就活不了，原本很好看的茶树，这一下只剩下桩桩了。把老爸剪掉的茶枝全部清理掉，然后给它浇上水，希望你们能够长成很大很大的茶树吧。虽然你们现在只剩下一点点桩桩了。好辛苦的呀！今天我们还是继续完成水池接下来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搬砖吧。虽然我搬的少，但是我跑得快。昨天休息了一下，今天继续帮忙。水池最初的预算是1万块钱，现在已经超支了，超了3倍。整个修下来预计得3万块钱。我在想，为什么大山里留不住年轻人？我想是因为很辛苦，还挣不到钱。我们也许只有解决了自己的生存的问题之后，才能够考虑梦想。我想，没有真正一个人真的想要离开自己的家乡。水池的成长，所以说我觉得我家的这个水池格外的好看。
给它刷干净灰尘，然后搬到房间里面去，准备给它上漆。灰尘全部扫干净，在网上买了一瓶69元的防腐木的漆。原本想着去买一个深色的漆，后来想想就做原木的透色的漆吧，保存它原有的木质的纹路以及它原来的颜色。现在开始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候了。这边的老的对联，这些对联估计都有7、8、上10年了。我们这里的老师写的，还是很有风格的。这些具有岁月痕迹的对联，本来想保留下来，但是没有办法，太老了，只能把它撕掉了。我这个身高加上板凳，我只能够到1层的位置，2楼的位置后面要搭脚手架进行清除。房子完全完工之后，我觉得还是要请之前给我们写对联的这个老师过来帮我们写几幅字。有时候我觉得文化的传承并不一定是非得要大师来写。这个老师以前是在我们县里面教高中的一位老师，现在已经80多岁了。他虽然不比那种书法大师，但是我觉得他写字非常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改造这种土坯房其实比重修一栋房子的造价要贵1到2倍。我就是想要保留这种很老的土坯墙的工艺。其实这栋老房子除了墙之外，其他的这种楼顶木板全部都已经被虫子吃掉了，全部都得换新的。后面还要请老师傅过来进行把一些欠缺的位置进行补洞。今天下午把所有的墙体的楼板全部拆除，因为老模板全部腐蚀掉，不能够用了，只有横梁是可以用的。用抛光的机子把横梁全部抛光，进行刷漆处理。也许我们的一生都在前行，但是也许我们的一生也在寻找记忆，在记忆里寻找最初的感觉，用最大的能力去保留记忆中的味道。你们一定猜不出这漆黑的房间曾经是做什么的。曾经这个是一个厨房，这个黑漆漆的木梁是曾经烟火气息的见证者。对我们拆下来的楼板本来看起来好好的，但是两头的位置全部已经被虫蛀了，全部都得拆掉。虽然想要原本的味道，但是安全起见就得全部换成新的楼板。经过翻新抛光的横梁看起来是不是漂亮多了？这个是一个非常费人工的事情，抛光之后全部清理灰尘，进行上防腐漆。所以说改善老房，如果你要想保留原本的味道的话，其实是很费精力的。今天我的任务是给茶园旁边的坡上的杂草清理一下，还没有想好在这个坡上种上什么样的花和草，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呢？
柱的底全部铺上砂浆，用振动器振动，然后使它变得更加坚固。今天只能够把12个立柱的底座全部做好了，明天开始起上面的立柱。回到大山里面，我的老家改造一栋依山傍水的土坯瓦房，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院子的梦想，也能够为家乡带来一丝改变。粉丝宝宝们一直说我的进度太慢了，那是因为我这里还不通水泥路，所以说只有天晴的时候才能运输东西过来。原本计划回到大山可以过仙女的生活，每天穿得美美的，但是每天改造院子，灰头土脸全是泥巴，过了一会儿还是换回了干活的衣服。从外省运过来的青瓦到了，然后今天下午师傅们就开始把之前蓝色的旧瓦拆除。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来只打算换瓦，换着换着发现屋梁也不好了，屋梁要换，木板也要换，于是1份钱变成2份钱，2份钱变成3份钱。你说找个帽子在前面，那民宿了，脑壳对不对？所以说女子不如男，虽然重的我搬不动，轻的我还是可以跑很多趟的。傍晚的时候遇见下雨天，外面下雨，然后屋里也下雨。经过几天的努力，给大家看看我全新的屋梁是不是很好看。
过4天的努力，我们家正房的瓦终于完工了，就是屋顶的一些封边还没有处理完成，再就是左右两边的偏房还没有换青瓦，过2天再继续加油吧。古话说得好，想致富先修路，致不致富我不知道呢，但是路必须得修。村村通的水泥路与我无缘，但是我家门口的这条小路我必须给它修好。这条路真的是特别费功夫，全部是要电钻直接钻下去，相当于开山辟地修条路。全部是这样的光景，前面就是到江的位置。有句话说叫修路架桥，多福多寿。那一起帮我修路的这些师傅们，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长命100岁吧。经过大家3天的努力，我们家到河的这一条路正式的修通了，而且还很宽敞。今年回山里，我是属于城里、山里两边带跑，有时候觉得蛮辛苦，有时候也想过放弃。叔叔们说让我千万不要放弃，希望能够帮我把院子修好，以后呢还能来帮我做其他的，他们就不用进城去打工了。也对，所以说为了我和叔叔们的共同目标，我们要一起努力。给大家看，这是我家门口的那一片荒地，现在已经大致的清理干净了，后面要种上4季可以吃的果树。经过大家几天的努力，我家门口的这一片荒山终于有了一条路，虽然现在还是非常简易的台阶，过2天沙子和水泥运到之后，给这一条台阶做上硬化。这一期就到此为止了。之前我们的正房的青瓦已经全部换完了，但是我们家附属房还有我们家准备做成茶室的这个房间的瓦还没有换，因为没有木料了，所以说这2天去砍木料。分工行动正式开始，老爸带工人们去山上开了砍伐阵，然后去锯木材。人生总是充满着不确定性，本来我们家的屋顶不换的，本来我们家2楼的楼板也是不换的，但是换着换着发现年久失修都得换新的，于是今天的这一幕就这样发生了。
经过大家几天的努力，我们家的木板已经全部完成了。晾晒1周后，进行抛光，就可以做2楼的楼板了。都好看。老爸，你就把那棵树送给我啊！要吧，我最后完成了。是不是？谢谢老爸。挑了一个小的，因为大的我根本运不动。选了半天，选了我爸用的最小的，大的更这个土球挖的太大了吧？挖好了，挖好了，我不动，我不动。老爸的老庄月季巨香，老爸送了我5盒，在外面买的话400多米一个，太贵了。宝宝给我留言说农村人心不正，什么不正华。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是非常淳朴和善良的。其实只要自己不去侵犯他人的利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讲农村还是比较好的。我一般不会去考虑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只在考虑说我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在做好这件事情的同时能不能够给身边的
3棵丝棉树都超过了屋脊。村里的很多老人说，这样的大树超过屋脊对风水不是很好，于是今天决定全部把它砍除。之前清理杂树的时候没有把它砍掉，是因为我觉得它长得很大，夏天可以用来乘凉。大树被清理过后，门口变得格外的敞亮，其实也挺好的。对于闲不住的我来说，我又对家门口的这片荒地下手了。叔叔他们干的都是一些技术活，拆除屋内的墙体，那我就只能拔拔草了。告诉我你们喜欢吃什么蔬菜？辣椒、黄瓜、茄子、四季豆已经种上了，还差点什么呢？别人改造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可不一样，我老惦记着家里的地没有人种，没有好吃的。是从我们家几10公里外赶来的。泥瓦工叔叔到了之后，我们开始沟通所有卫生间的位置以及所有的墙体需要封起来的位置。我的设计是想着保存原有的土坯的墙体，起到一个冬暖夏凉的效果，但是呢，每一个房间的布局风格都各有不同。这2天全面的大拆除，这个是我之前睡的卧室，现在这一道墙已经全部拆除了。经过和师傅们下午的沟通，下午师傅们已经开始了进行卫生间所有的地基稳固的工作，再进行加固处理。我希望我设计出来的院子是可以保留千百年来土坯墙的一些文化的传承，又可以和现代文化相结合，这样子的一个院子，真正可以达到世外5000年、市内5星级的一个舒适体验感。如果你也喜欢风景如画的院子，记得点个关注哦。咱们下期再见，陪我的小院一起成长。回到老家改造老房，接近2个月的时间了。以前在网上刷了很多博主，说自己改造老房只花了10万、20万。我一直在想，你们是不是都在骗我？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整个就变得不一样了呢？身边很多的朋友都觉得我疯了，跑回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那给大家讲讲我的想法吧。疫情3年，我住在全国最为严重的城市武汉，每天出门就是做核酸。说实话，实在是受够了大城市的繁华。在武汉创业了10多年期间，我的很多家店在疫情期间关了一家又一家。说实话，身心疲惫，都长了白头发，而一度让我觉得没有前行的动力了。于是我决定停下来，回到家乡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30日之前，我和其他人一样，都在努力活成别人想要的样子，希望自己是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是孩子们眼中全能温柔的妈妈，还要成为温柔体贴又全能的妻子，还得成为一个无所不能的老板。这个社会给我们女性很多的定义，希望我们每一个角色都扮演得很好，但我们不会觉得累吗？那什么时候我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那什么时候我可以为自己而活着呢？不再去畏惧他人的眼光，不再一定要成为别人喜欢的自己。那我决定，当自己能够承担所有该承担的责任的前提之下，去实现自己院子的梦想。如果是你，你是愿意在武汉这样子的大城市去买一个大平层的房子，还是愿意和我一样回到大山去建一所自己喜欢的院子呢？有个爱我的老爸是个什么样的体验？看我老爸又送了我2棵巨大的桂花树。之前老爸送了我一棵小的桂花树，已经种上了，但是又费人工又费体力，还要费运输，因为
家里的桂花树离我现在住的房子有一定的距离。这一次呢，就合计在网上买，想着别人肯定是包运输、包粽子，就会大的桂花树25公分粗的，然后7米左右高的，差不多要卖到3万块钱一棵。那我3棵桂花树卖我就要得收9万，还要自己运输、自己种植，小10万没有了，算了，自己家不要钱的不香吗？自己家的桂花树从20多公里以外的山上运下来，然后只需要挖机、吊车和运输的费用，再加上8个人2天的人工费用，这样算下来1万块钱左右就可以搞定了。这样算起来划算太多了。在山上挖，请的挖机和吊车上车，再请车运过来。运过来之后呢，就只能够靠人力去种植了。之前修的保杆已经修好了，现在请挖机去种植的话，之前的保杆就得重新做，这一下就得辛苦叔叔他们了。然后8个人，这一棵上千斤的树该怎么挪动呢？不得不说，我爸真的超聪明，然后他用他的3轮车直接去拖树，拖到要种植的位置，然后从山坡上直接滚下去，这样就要节省很多的体力。还好之前挖的土球足够大，这样折腾过去折腾过来，掉了一些土之后，还有很大一个土球。经过千辛万苦运过来的桂花树，我得给它打个梨窝，让它好好的活着。第2棵，我们为了不让树干挂破，然后给它搭了一个桥梁，让它滚下来。这样操作呢，就是我的土流失的有点多呀，不知道它还能不能活。第1棵已经算是种下了，去种第2棵。现在通水泥路的地方种上这样几棵大的桂花树，真的超级难。但愿我们可以守得满园金桂飘香。我想我们种下的不仅仅是桂花树，还有对未来的希望。陪我的小院一起成长，咱们下集再见。原来它的样子，这是现在的样子。这是刚回来里面的样子，这是现在的样子。雨过天晴，我们很早就开工了。我喜欢家乡的一切，这里雨过天晴有云海，这里下雨天云雾缭绕，这里夜晚有星辰，这里四季分明，一切都是我喜欢的样子。本来想着做一个技术型的博主，但是算了，我还是放弃吧。今天下午，我们的设计师、水电师傅以及我们的热水器、中央空调的供应商全部过来了。我的中央空调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老板赞助的，他说等我的民宿建好了之后，他过来住，到时候给我们村的一些贫困家庭去赞助一批空调。世界很大，当我们还在用物质衡量这个世界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开始用爱衡量这个世界了。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决定给我赞助的，他说是在我给村民拉水管的那一天，后来在我门口修路的时候没有找国家要钱的那一天，开始决定要给我赞助的。他说他最喜欢我的那一句，不要因为爱而小而不为之。他说他希望我能够在山里好好的生活下去，能够真正的为家乡的人带来一些改变。所以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发现了其实我不是一个人在奋斗，虽然我现在很渺小，也刚刚起步，而每一个在屏幕前方默默支持我、给我点赞的小伙伴，都将成为我这个院子的原始股东。转眼间，这只被别人遗弃的小狗来我家快2个月了，时间过得很快。
虽然我成长得很慢，但是还好一路有你们陪伴。今天就到这里了，陪我的小院一起成长，咱们下集再见。土坯房在我的一直坚持下，终于留了下来。但是土坯房的光线不是很好，这几天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土坯房的大落地窗全部开好。像这种层高非常高的土坯房，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虽然不能够所有的窗户都开大的落地窗，但是有的能开的，我们都尽量的去开一些窗户，让采光和阳光透进来。我想要的是，在我家院子里的任何一个房间，哪怕是一扇很小的窗户，看出去都是一幅风景画。改造老房第30集，别走，带大家看一下我的窗外是不是很美？原本我的计划是我的房子每天都不一样，会越来越美。但是让你们失望了，这一下我的房子1楼、2楼全部都开得大洞小洞的，全部一团糟，全是泥巴。但是大家不要太担心，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这2天我们把附属屋已经抬高了，然后把之前堆柴的那一个位置也进行了抬高加固处理，也给它盖上了瓦。这样以后我们家的柴火可就淋不到雨了。回到老家改造老房的这段时间，我就在想，也许修缮这一所院子就像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在它每一天一点一滴的变好的过程之中，在孕育着它，也在孕育着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之中，我有想过放弃，也会觉得很辛苦，也会觉得很累，但是最终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虽然现在才2个多月的时间，未来我有可能还有更长的路需要走。在修建这所房子之中，其实最辛苦的是我的爸爸，他负责监工，负责技术，他还负责干活，而我呢，最多就只能够干一些非常零散小的活，然后负责一些设计类的东西。有一句话叫“设计是人做的，施工是神做的”。我想这些帮我修缮这所房子的叔叔们以及我的爸爸，他们就像神一样的存在。叔叔他们负责修缮房子，我呢和朵朵去给我的菜园做上一个栅栏。转眼间今年就要快34岁了，没有学会蹦迪，也没有学会打麻将，也不会喝酒，貌似我是那个特别不合群的人。但是没有关系，我喜欢种花，学会了种菜，今天又学会了做竹栅栏。身边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喜欢大山的生活，我想大概就是可以沉浸式干活，然后在干活的过程之中就放空自己，没有精神的内耗，也不用担心其他的，而仅仅付出的一点点劳动也可以让我收获很多的喜悦。
我这一所依山傍水的院子还没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家也帮我想一个吧，一金录用送我家最豪华的套房给你住。我做的竹栅栏放在这里。都看到这里了，记得点赞关注哦，陪我的小院一起成长。断断续续的阴雨，然后我们只能够做室内的工作。这2天师傅们齐心协力把1楼所有的卫生间装模到顶，所以说土坯房也可以干净卫生且整齐，而且我们的土坯房是双层的，也能够保证1楼和2楼所有的房间都有独立的卫浴。之前一直担心所有的承重的问题，你看我的师傅们每一根钢筋都铺得很好，很密集，然后进行装模处理，这个卫生间也会非常的牢固。搅拌机，所以说我爸的这个之前农地的机器就用上了。毕竟时间就是金钱，毕竟一个师傅每天可是几百块钱的工钱，然后能用就用，靠人力的话实在是太费劲了。最近也收到了很多宝宝的私信，说为什么要去修缮一栋这么破旧的房子。从小就是在这样子的土坯房里长大的，说了不怕大家笑话我，在我15岁之前我都没有离开过这座大山，直到16岁去宜昌去上学的时候我才离开了这座大山。所以说这样子的土坯房承载着我童年所有的记忆。所以说人世间有很多事物对于每一个人它的意义和价值都不一样，每一个拥有价值的事物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情感，赋予了它意义，所以说它才会变得无比的珍贵，而原本这些事物有可能在他人的眼里是一文不值的。虽然大家都说人生是本来没有意义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赋予它意义和价值？是我们都希望在人生的这一趟旅程之中，这个过程我们让它变得丰富多彩且饱满。世界的事物有很多面，这就是大山里的土坯房，也许和你们住的钢筋混凝土的房子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别着急，慢慢了解我们土家族的土坯房吧。如果有机会，我诚邀你来到我的家乡，体验我们大山里的生活。2楼的卫生间。今天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陪我的小院。这2天我们门窗已经全部开好，开始做所有门窗的边框，后期好安落地窗，以及我们1楼、2楼的卫生间，这几天要全部完工。这一段时间呢，也收到了很多粉丝宝宝的留言以及私信，很多私信呢我都还没有来得及看。也有很多粉丝宝宝说让我发定位过来玩，暂时呢我还没有给你们发定位，也不是说不欢迎大家过来玩，因为目前还没有建好，我也不具备接待的能力，而且大家过来了体验感也不会很好。
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担心，我们有请到专业的设计团队以及施工的老师傅来参与这次的改造，而且我们的承重都是经过专业的测量才进行的，所以说大家不用太担心。而且参与这次修缮这栋房子的师傅有5个是曾经建造这座房子的老师傅。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明明知道修一个钢筋水泥的房子更便宜更简单，对于我而言，建造这座院子和民宿，它不仅仅是情怀，而是一种记忆。不是完全拆掉，而是之前的红砖不是很牢固，我们把红砖拆掉，重新用水泥砖重新去砌这一面墙，它的装修风格还是保持原来的不变。因为这个望楼的话，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色的。这2天我们的望楼的这一面墙已经在开始用水泥砖砌起来了，其他的门窗也进行了包框的一个处理。师傅们进行家里面的一个处理，在做的门框，已经做的精细的处理之后，就根据这个尺寸过来量门窗就可以了。带大家去我们的后院看一下，这是后院的落地窗。现在我在收拾后院的柴火，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不准备把它丢掉，专门搭了一个柴火棚，后期把它冬天的时候围炉煮茶的时候可以用。把之前养猪的猪圈也全部拆除掉，真的是以前养了很多的猪，两边都是猪圈。其实每天都有上10个工人负责改造，但是真的这种老房子改造起来非常的复杂，之前的杂物也太多了，光清理杂物都需要4个人，其他的李瓦工叔叔负责所有的门窗的加固以及细化工程。4个叔叔经过接近1天的努力，这后面的杂物才大致的清理完成。卫生间拆到了很多的水泥砖，我们把这些水泥砖的碎块全部拖到我们家门口的那一条泥巴路去铺上。先开始清理后院，给后院做花坛。我终于在30多岁的年纪活成了18岁的样子。迟来的18岁，它已经不是年龄了，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既
记得毕业那会儿，满脑子都是赚钱，因为大山里的孩子走出去既没有靠山，也没有特殊的一技之长。那会儿毕业，城里的孩子衣食无忧，有父母做靠山，而我们大山里的孩子出去找一样什么样的工作才能够有收入呢？爸爸跟我说，出门做事，黄赌毒不能碰，做其他的任何事都可以。最终在城市选择了去卖衣服。我的第一桶创业金是我爸爸给我的2万块钱。开始创业的那一会儿，每年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回家过年，希望1年攒下的钱能够过年回去给父母买件新衣服，给父母办点年货。在城市创业卖衣服的这些年里，我从来没有一刻是停下来的。从最起初的能够在城市落脚有口饭吃，到后来想要给自己买一辆车，买一套房，再到后来我爱上了奢侈品，想要给自己像其他的女孩一样买很多漂亮的衣服和包包。我发现物质状况在慢慢变好的前提下，我变得更累了。再到后来，我会发现，当自己辛辛苦苦卖了1000多件衣服的利润，也只能够买一个非常小小的奢侈品的包包的时候，我发现我并不是真正的快乐，而是掉进了资本主义的消费陷阱里。刚好在这个时期，我们遇上了疫情，而我开服装店和美业店的城市就在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创业的这些年，加上疫情的3年，让我失去的不只是青春。疫情3年，我也亏损了不少的钱，因为门店很少能够营业，而随之失去的是心灵的自由。对，我们已经30多岁了，像我们这个年纪，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我们很少能够为自己而活的。这3个月里，是我人生中最自由、最快乐的3个月。虽然刚回来，大山里到处是蚊子，脏兮兮了，吃菜的话还得自己种，但那都没有关系。没有任何一个时刻比现在觉得更踏实、更安稳、更平和。经过1天的努力，我家的后花园的花坛已经全部做好了。在造老房的第35集，今天我们开始给我们公共区域的游泳池以及娱乐房间做公共的卫生间。这2天一直没有来得及更新，因为这2天一头的包。今天我和供瓦的老板吵起来了。之前还没有找他买瓦的时候，非常的热情，每天给我打电话，给我保证多退少补，坏了全部包他的。结果我的瓦盖到最后还差300-400匹的时候，他就直接敷衍了事，完全不管我，因为他觉得几百块瓦他已经赚不到钱了，他就不愿意再送了。他不愿意送，其实我也可以理解，毕竟嘛，做生意是为了赚钱。但是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你不拿他家其他的瓦随便盖一下算了。当时我就气崩了。然后之前损坏的瓦说包退钱的，然后他也不承诺说退了，直接就不理我了。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找遍了全国很多的瓦厂，找到了尺寸大小和颜色一样的瓦。所以说大山的生活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无瑕。我习惯了就是别人给我送货就立马给人家结账，从来没有想过我这么直爽的性格居然遇到这样的厂家，说实话多少有点难过。如果你也想回到大山里面创业，或者说是去修属于自己的院子，我建议大家三思而后行，因为你想象的和你遇见的完全是2回事。这3个月我遇到了各种各样很头疼的事情，那都是我以前想要回来修院子没有想象到的。经过师傅们1天的努力啊，我们这个公共的卫生间已经全部做好了。这边是公共卫生间的入口，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框架做好了，但是我这个公共卫生间就是中间不该起这个墙，应该拆了直接买那种隔断会好一点，到时候再来拆吧。朵朵走了。今天进城开始买水电和一些管材呀，包括瓷砖的一些材料。装修就是一个无底洞。今天带着设计师还有水电工师傅来到所有的门窗及一些地砖的厂家一一挑选，这样子能省就省一点吧。第2天订的管材全部到了，还有我之前的瓦也顺利到家，明天我的屋顶就可以完工了。
前的老房子没有任何的排水措施，虽说是改造老房，其实除了保留了几块老的夯土墙之外，其他的全部都属于拆了重建的。我希望以后我的院子每一个房间都有中央空调以及热水系统，包括前后的花园以及左右两边的花园加在一起差不多有2、3千平米，全部都要给它做上氛围灯，真正可以达到一个室外5000年室内5星级的一个效果。
柴火的地方已经焕然一新了，所有的师傅们在给我们的外墙做细节处理。为了保留着结散50公分的土壁墙，因为它有冬暖夏凉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又想要它有现代感、舒适感。这几天我们上10个工人在开始涂墙，然后我也决定来学学手艺。很显然，老爸嫌弃我太笨拙了，决定亲自上手教我。不得不说，老爸在我眼里一直都是我的偶像。虽然他只是一个农民，但是大家永远无法想象，在大山的深处，老爸和妈妈养育我和弟弟有多么的不容易，而且他永远积极向上。经过老爸的细心教导，给大家看看我现在是不是有模有样的，至少摆拍的话应该没啥大问题了。2层的水泥上好了之后，最后一步就是给墙面藻坪搓平。其实这个看起来是挺简单、挺好玩的，也是需要技术，而且还需要很大的力气，而且长时间搓这面墙的话，要让它平整又好看，真的1-2天是学不会的。经过师傅们4-5天的努力，我们的外墙基本上快要完工了。前面的这边大家还记得吗？之前是我们家的猪圈，但现在它已经大变样了。我们给它的外墙全部进行了处理，然后也给它进行了加固。现在的粉刷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这是我家的后院，今天是第5天下着雨，但师傅们依旧在赶工在。所有的墙面都进行2层的水泥抛光处理。所有的外墙毛坯已经全部处理完成，水电师傅进行外面的排水以及水电的走线。把外墙全部处理好了。这里是曾经的猪圈，你们还记得它以前的样子吗？其实如果没有视频记录的话，我想我已经忘记它以前的样子，就像极了长大的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曾经的初心。如果没有这些视频的提醒，我们已经忘记了曾经的那些沧桑的岁月。回到大山里，也许我只是不想做岁月的奴隶，我也不想因为而禁锢了自己的双脚。曾经年少的我认为漂亮的女人是穿着漂亮的裙子，踩着高跟鞋，化着浓妆。后来我发现真正的美是长存于世的，是独立，是智慧，是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像我眼前的这所房子，有很多粉丝宝宝告诉我说，你是土坯房，你就应该是土坯房的样子。我想说，没有什么事物就一定是特定的，每一个人的房子就记载着每一个人不同的情感。保留土坯的墙体是为了让它隔热，给它做上全屋智能的水电，是希望以后住起来比较舒适。至于它未来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其实我想慢慢的告诉你们。它是土坯房，它现在看起来有了水泥墙的现代感，但是至于它以后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咱们就交给岁月，好不好？曾经的那些土了掉渣的墙体，现在经过漫长的一个处理，它已经不掉灰了。而
这些不掉灰的墙体倾出了叔叔们他们几个月的艰辛劳动。我希望我的房子它是土坯墙，它有温暖的内心。虽然它的表面现在已经有了水泥，看起来比较冰冷，但是就像人一样，它需要一个坚硬的外壳去保护它那一颗柔软的内心，不是吗？34岁的我已经不介意别人怎么说我了。学校毕业摆地摊，再到开很多个服装店，再到今天，每一步走过来就像这所房子，看着千疮百孔，虽然在慢慢变好，那些承受的压力和痛苦也只有自己知道。再到如今可以安心的生活思考，得益于那些放弃的社交、剥离的关系和但使愿无为的心智。也给我的粉丝宝宝们汇报一下我的墙体。很多人担心水泥和这个土坯墙不相符。现在我们的泥瓦工师傅正在拆除我们这20多年前做的这个水泥墙体，其实非常的牢固，根本就撬不动。我们把之前的老的水泥墙也给它拆掉，重新挂网去做，所以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我们的墙面会掉渣渣了以后。感谢这个时代，感谢短视频和陌生的你相遇，感谢你们听我碎碎念，感谢你们听我一些浅薄的分享。所以我是如此的幸运，陪我的小月一起成长。咱们下期再见。那我现在回家了。如果修院子和建民宿是追梦的话，那我想把2条路走在一起。这2天我们已经开始给全屋的内墙做藻平处理，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套房。这个房间呢是在房间里坐着就可以望见清江画廊，窗户外面是绵延不断的大山和百里的清江画廊景区。今天师傅们已经开始给这个大的阁楼套房做楼梯间了。都说湖北有800里画廊，那么有300里就在我们的湖北宜昌的长阳土家族支线。而我如此幸运的，不只是我收获了9000多个粉丝宝宝，而且我也如此幸运的住在画廊景区的中段。这里是我们的阁楼套房，面积超大，2层，带大家进去看一下。昨天已经做好了，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这个上面铺上木地板。这里是曾经的柴火棚，现在已经大变样了。这里我们取了地面，后面在这里做一个阳光房，可以坐在这里吃早餐、看日出。嗨，小朵 ，say hello。朵朵，你看，虽然你很脏，但是你的样子还很。走这边进来，这个门一会儿要封住。这边是2个厨房，一个放冰箱的操作间，然后这边有超大的2个窗户，之前是堆柴火的，现在刚开始很多人都嘲笑我说，那么破败的土坯房留着干什么？推了重建又便宜又好看。转眼间3个多月过去了，土坯房越来越好看，而且我觉得超值。现在夏天的温度在室外的太阳底下31、2度吧，但是在室内只有20多度，早晚的话还得盖被子。所以说融入大众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一直坚持自己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的小院保留了所有的土坯墙，然后在需要加固或者是延伸的部位做了水泥砖的一个拼接，全屋做了支楼的水电处理，这样后期住起来舒适又便捷。之前的柴火棚我准备改成阳光房，这个位置我超喜欢，3面环江，然后每天都有超美的日出，到时候泡上一壶清茶或者一杯咖啡看日出，我想那是最美好的。刚灯亮，我们就要开工了。我刚回来，我们家附属屋的样子，杂草丛生，破败不堪。这是它现在的样子，有没有变漂亮一点？
今天水电师傅开始给我屋旁边的茶园做电的一个处理，到时候晚上的时候灯光打开的话，整个半岛都会很漂亮。房间看看现在已经开窗了，然后这里有个窗户，这就是我之前回来睡觉的那个房间啊，我以前放床睡觉的地方。然后这一块后面开了一个落地窗，是后面的后花园。这边有一扇小窗，这一面也有。这每一扇窗户看出去，这个是露天的窗户，看出去都是可以看得到江，特别的美啊！改造3间小院的第46集。今天又是大出血的一天，今天量门窗的师傅进场了，今天开始给我们量所有的门窗以及阳光房的尺寸。不可否认的是，我也是属于世俗中的一员，我爱钱、爱漂亮、爱美丽、爱轻松。但事实是，钱并不是那么好赚，在一座荒山上面去建造一所院子，花费的时间、精力。这是我家屋后给公共泳池做的一个公共的卫生间以及鱼池，之前准备做露天的，后来想了想，怕雨天进出不方便，还是给它装模做上到底。今天几波师傅分工协作，这是我的后花园，是不是凌乱不堪？今天我们开始对我们的后花园的台阶开始动手。这些埋藏在台阶下面的石头，可是在20-30年前从家门口的那个河底靠人工搬运上来的。像这种整齐的石头现在已经不好找了，所以说我准备把它全部拆除出来，然后把它放在门口做原生态的台阶。后面的话就用水泥整个去起后面花园的一些硬化部位。我知道已经有很多粉丝宝宝嫌我的进度慢了，但是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很尽力了。我希望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按照自己的步伐走稳自己所走的每一步路。虽然我走得很慢，但那也是我拼尽全力走好的每一步路。没有来得及录视频。但是我下面的地方没有录。或许那时两岸猿声啼不住，便是我家乡的盛景。刚到家就看到师傅们在帮我做后院的硬化，我们用了一些碎石和一些旧的砖，给它初步的凿平之后，开始上水泥和砂浆。原先的设想是希望后院花坛紧簇，然后有那种日系的效果。后来想想山里多少是有一些蚊虫的，决定还是把后院做一些排水以及硬化，这样后期的蚊虫会减少很多。3日的中午有太阳，些许还是有些炎热，师傅们就原地休息了。给我帮工的这些师傅们大多和我的父亲是一个年纪，50-60岁了。这是我刚回到山里后院的景象，你们还记得吗？很多人说，都这个年纪了，还用这么辛苦吗？我的父母是农民，这些叔叔们也是农民。我和我的父辈都不是出生在罗马的人，也许我们终其一生也无法到达罗马。我们没有正规的编制，我们没有养老金，没有退休金。当我们生了重大疾病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可以为我们自己兜底。所以我的父母没有停下来，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而这些叔叔阿姨们，他们也没有办法停下来。他们说他们现在进城已经找不到工作了，因为这个年纪工厂和公司都不收了。虽说我也只是一介女子，听到叔叔和爸爸他们这么说，瞬间感觉自己的责任又多了一份。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柴火灶，初步完工了。这个是柴火灶外面的抽烟的那个先锋整个的出去了，然后这2个窗户，这一面一个灶，中间有一个洗碗。由于买砖的时候没有太多的经验，我买的砖背后有灰尘，回来的时候退的话在山里又不是很方便，所以说只能够自己进行打磨了。
75你现在也有50元。那就打那一瓶来。我的意思，里边一个噻，理解一个。之前设计厨房的时候一直在纠结，是做城市里面那样木的橱柜，还是去做老家的土的柴火灶。最后还是决定了做一个老的柴火灶，而且是用老手艺人师傅去砌这个灶台。而且现在的柴火灶既好看又便捷，而且贴砖做的话会比城里面的那些实木的柜子更经久耐用一点，也方便打扫。这位爷爷也许在城里人的眼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他可是我们镇上远近闻名的打柴火灶的老师傅。如今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去学这门手艺了，而且如今的柴火灶已经是无油无烟的柴火灶。如今这个老师傅已经73岁了，我爸爸他们那一辈烧他的柴火灶，而我如今也会烧他的柴火灶。我想这就是手艺的传承吧，也不知道在我小孩那一辈还有没有人用柴火灶呢。改造3间小院的第49集，这2天把1楼10个房间的地坪全部完工，厨房也基础完工。在我9000多个监工的催促之下，我买了一个无人机，今天带你们云游一下我院子的附近。小院的1楼一共有10个房间，今天还有最后2间全部把它凿平，倒上水泥地。大家还记得这个房间吗？这是小院之前的望楼，我保留了它原先的设计。今天给望楼的地坪也进行水泥地面的一个处理，还有望楼后面的楼梯间，今天也一起做了。原先破败不堪的房间，在几个月的努力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净整齐，就是我想要的样子。有时候我的父辈他们破掉的东西总是缝缝补补，又能用3年。到我们这一辈，也许很新的东西都会被我们丢弃。但是你们看，这是你们以前说过的危房，这也是你们一度认为不能够住人的土坯房。但是几个月的努力过后，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干净整齐了。这一间是阁楼套房，地坪和楼梯间我们已经做好了，你还记得它原来的样子吗？这就是阁楼套房原先的样子，以前的厨房把木梁全部熏飞了。曾经黑漆漆破败不堪的厨房，现在已经有楼梯了，而且以后会变成一间特别漂亮的阁楼套房。所以我相信，当我不放弃的时候，总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就像这间房子一样。带大家去看看你们的柴火灶。柴火灶今天有2个师傅施工，给我们的柴火灶进行贴砖处理。贴面砖了，面砖一贴，我感觉这个柴火灶变得真好看。给我们做柴火灶的老爷爷他说，以前这个是柴火棚，现在变成了柴火灶，以后吃过这个柴火灶的小伙伴们会变得很富有，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听这个老爷爷这么一说，我决定了，柴火做好的第1顿饭我得亲自做，我得亲自吃。以前有很多人问我幸福是什么，以前我认为幸福是在收获的时候，厨房已经基本
是洗碗槽，一个洗碗槽，一个洗菜的，是龙头朋友。这边是有收费的，然后这里有一个气灶，这边也是可以开启的，这边是2个主灶，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下水。这是我们的游泳池了之前没有打算做，但是考虑了下，还是决定得小院还是必须得拥有一个游泳池。最开始的基础建设全部是靠挖机去平山，因为我们这个属于江边，在江边的话，土地平整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所有现在的平整的地方，之前都是拿挖机挖的。最开始基础建设的时候，游泳池没有挖，因为担心挖了特别大一块地方的话，拉水泥呀，或者是工作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就留到最后。但是现在发现是大错特错，因为5个人工去挖这么大一个游泳池的话是非常费劲的。最主要的是一个单单的游泳池，挖机师傅已经不愿意来了，因为他嫌活太少了。这几天安排师傅们分工协作，为了小院能够达到一体化的感觉，所以说我们把后花园一直延伸到茶园的位置，这样子前院、后院以及整个游泳池会在同一个平面上面做到延伸，而进行分区的处理。告诉各位监工们一个好消息，我的民宿院子的名字已经定下来了，叫清江南苑。也非常感谢大家之前帮我想了很多诗意且好听的名字。今天上午又接到了一个劝退的电话，是武汉的一个朋友。当他得知我要花300-400万在这样一个荒岛上修一所民宿院子的时候，他觉得我已经疯掉了。因为他是武汉人，他觉得在这样子的荒山里面去做院子，投入这么大，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这里才有归属感。以后是不是能够赚到钱，我不清楚，但是我总想要去试一试。如果未来做得好，我希望它是一个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如果做的实在是不好，那我希望这里是我老有所依的一个栖息之地吧。所以说，你们认为我是应该回城里继续去工作呢，还是应该留在山里继续来造院子？游泳池的基础已经挖好了，明天开始给游泳池做硬化处理。改造3间小院的第52集。这几天分工协作，师傅们开始做望楼的楼梯和小院的路径。早上6点半，拖沙的师傅就来了，而且今天又多了4个理瓦工，因为我们的卫生间要开始贴砖了。阁楼套房的楼梯间已经做好了，说实话，我的心开始有点痛了。这个是门外面做的一个凹造型的处理，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设计的图纸。原先回到山里造院子，我也想的是像其他的博主自己去改造，但是说实话，一个旅游之辈自己动手去干这些活，说实话非常的不现实。开荒出来，这里修了一条小路到员工宿舍。这些红砖是以前拆老房子剩下来的砖，没有丢弃，就刚好铺这样一条茶园的小路。他们说的对，如今的年轻人，只要你不创业，就不会太穷。奈何我实在是按耐不住家乡的情怀。红砖小路已经铺好了，大家说这个左边种点什么好呢？是种花还是种菜呢？所周知，在我们的湖北长阳土家边的荒地上搭一个柴棚，但是我想，这么好的风景，如果只是单纯的做柴棚，多少显得有点可惜了。就这样，共计耗时11天的观景平台和柴棚的 Plus 版正式诞生了。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游走在柴米油盐和诗和远方之间的人。
烧柴做饭我有了，但是四合远方我也想有。就这样，上面是观看日出日落的观景地，下面是我们小院的。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风吹又日晒，自由又自在。当你们问我回到大山不用生活了吗？我想告诉你们，我不属于隐居，我只能算半隐。我想把这所老宅子改成面山环水的世外桃源，经营一家民宿，以自己喜爱的方式过一生。闲时种花种菜，遛猫遛狗，在早晨听着鸟鸣声，泡上一杯咖啡，等待日出。看完日出回去睡个回笼觉，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忙的时候会天下自有带你们游遍我们长阳楚家族的好山好水。也帮我想一想，这个观景平台上要不要搭一个秋千，还是就这样弄上围栏，然后放2张桌子。对，我们的工人今天都放假了。我们的观景平台，昨天下雨，今天我们又动工了。我们的观景平台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告诉我你喜欢喝什么，咖啡、茶，或者是白开水。等到你来的时候，我给你准备好，咱们小酌一杯，可好？观景平台许愿，所以说我的观景平台做的格外扎实，9根立柱加上2根横梁，还有无数根钢筋。我想这么扎实的观景平台一定可以承载你们的愿望。观景平台已经初步做好了，就差围栏了。你们记得给我出主意哦。今天木匠叔叔已经在开始给我们的木板进行抛光了。我们选用的是纯原木的砂树木板，这种天然的木材具有抗病和抗虫性，做楼板是非常好的选择。为了让我们这所民宿院子达到一个舒适且又有着原土风貌的一个感觉，我们保留了2楼的原生的楼板的设计，横梁进行保留，而且翻新了所有的楼板。楼板的1层是采用的3公分的原木木板。记得在城市我们很难买得到全实木的家具，即使有，价格也非常的昂贵。所以说大山还是有好处的，它馈赠着我们各种看似很便宜，实则很昂贵的东西，比如清新的空气、健康的食物和这些原木的家具。在城市待久了，我们看惯了钢筋水泥，所以说这些原木的材料以及这些楼板让我觉得无比的轻松。原木具备着强大的能力，它能够让我们能够与大自然轻松的链接，让我们的内心感到舒适、平静和安宁。在装修我的小院民宿的时候，我就在考虑后期的软装部分，包括桌椅板凳以及一些软装的装饰品，尽量都采用这些原木的木材进行加工。这个是即将完成的1层的楼板的一个装修，我觉得这些原木设计的超级好看。经过木匠叔叔他们2个人的努力，我们其中的
的一个楼板已经完工了，今天进行第2个木楼的装修。经过师傅们几天的努力，我们的楼板基本上快要完工了。下一步给我们的楼板上面做隔音处理，再铺木地板，改造3间小院的第55集。这2天安装小院民宿的中央空调和热水系统。之前答应过你们的，一定按照星级的标准，所以说选了很多种空调。最开始是选择的挂机，但是挂机想着的话，每一个都有一个主机挂在外墙上面会影响美观，而且挂机的话放在室内也有一个主机会非常的不好看。然后选择就选成了中央空调。所以说我这个是土地房，冬暖夏凉，但是冬天的时候多少还是会有点冷的，所以说中央空调还是得必须安排上。楼上楼下一共10多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安上中央空调。中午的时候我们订的空气能热水器也到了。之前大家建议我用太阳能，但是太阳能长期下雨的话就没有热水了。用电热水器的话，有一个主机会非常的难看。最终还是选择了用空气能来做热水器，耗资3万多块钱。如果是前些年的我，一定不舍得花3万多块钱去买这个，我应该会花3万多块钱去买个包。所以说人的一生会有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想法，对物质、对金钱，包括对人生观都会有所改变，每一个时期的自己都不一样。师傅们分工协作的这几天，游泳池已经在开始做硬化处理了。大家之前担心的排水、进出水都有做，而且我们的游泳池还给大家安排的氛围灯，即使是晚上的话，在这里游泳也会非常的舒适。不得不说，疫情的3年改变了很多人，也改变了我。我是大山农民的孩子，没有根基的我，去到大城市，唯一比别人多一点的精神，估计就是能吃苦了。但是社会是一个大的熔炉，它可以感染你，改变你。后来我变得一度的虚荣心很强，我和大多数女生一样爱慕虚荣，只是说爱慕虚荣的程度有所不同。疫情3年，我的虚荣心逐渐的降低了，而且真正的从另外一个界面去审视自己。每一个阶段都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我想，我那么辛苦卖衣服、做美业赚的钱，我不想全部花在自己的虚荣心上。跟贴砖的师傅沟通完了之后，师傅们就开始给我们的厨房开始贴砖了。之前大家担心我的地面没有砖，是有的哈，还有我们的墙面也是需要贴砖的。虽然我的家乡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子，但是呢，我希望大家以后来玩，首先我们的厨房要是干净整洁卫生的，所以说厨房的主色调墙面都用了纯白色来做。也感谢很多粉丝宝宝给我留言，给我提了很多有用的建议。但是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踩坑的过程，有很多事情要自己经历过了才能懂得。还有一些好的建议呢，不是没有采用大家的，只是要因地适宜。有一句话叫做量体裁衣，我也知道有可能用更好的东西是会更好，但是呢，我只能够穿这么大一架的衣服，我不能够买大号的，那样我会撑不起来。那么建造院子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其实我知道花1000万去建一所院子会更好看，但是我没有1000万，所以说能有多大的能力就干多大的事儿。我觉得我是农村出来的，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是我现在所需要做的。
到的操场已经做好了。在哪些呀？后头啊！我们已经给我们的卫生间开始做防水了。打不打得开？昨天看到粉丝宝宝给我的一条留言，说我的镜头太晃了。今天我看了一下我拍的视频，确实有点晃。我在想，我是不是需要去上个课，学一下拍摄技巧？毕竟自己拿个手机在工地上晃过去晃过来的，也就只能是这个效果。要不然呢，就是把手机支架放在某一个地方。但是唯独来讲呢，我是幸运的。虽然我的拍摄技术不好，也只有一个手机支架和我自己，但是我还拥有你们，所以说我也算是富有吧。我们的卫生间呢，做了3道防水之后呢，就开始贴地砖了。地砖呢，我选用的是这种浅灰色，看起来我觉得还是蛮高级的。造一所民宿院子，相当于治愈自己的内心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治愈自己的过程。很多人说吃苦，我也跟大家说过，我从小都是吃苦走过来的。那什么叫吃苦呢？是吃肉体上的苦吗？是吃精神上的苦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是需要和父母一起背着背篓去摘玉米，回家要做家务，要喂猪，然后要打扫卫生，还得帮父母带弟弟。那个时候没有零食，没有好吃的，那个时候觉得这样应该是最苦的时光吧。但是现在回头想起来，那个时光是最快乐的时光。就像今年我一整年都在山里造这所院子，没有收入，没有人陪伴，没有灯红酒绿。我认为精神的自律就是一种苦，而这种苦大多数人受不了，而且独自面对这里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去想办法去解决它。除了与世隔绝的感觉，更多的是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支持，还有很多嘲笑的声音。但对于现在的我而言，这种苦已经不叫做苦了，因为我觉得自律中的苦，它是一种成长，它会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小院外面的茶园，我们修了一条小的通道，然后通到茶园下面的平台。虽然在大山里，但是互联网让我看到了很多焦虑的信息。我想对我的小伙伴们说，你们不要焦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吧。18岁之前的我以为电视机里面看见的就是全世界。上学时候的我认为我书本上学到的就是全世界。当我参加工作的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旅行，我才发现电视里全凭演技。就像羊圈里的羊，他永远无法理解给他吃饭的人是最终杀他的人。我只能说，如果有机会，用你的双脚，用你的双眼去丈量这个世界，而不是活在手机里、电视里，用那个窗口去了解世界。也请远方的你不必焦。半岛上有一个鸡舍，这是以前养鸡的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有10来年没有用了，但是它还没有倒塌。本来准备全部把它拆掉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可以把它抬高，做一个咖啡厅或者是茶室，怎么样？我们的民宿小院现在已经开始做吊顶工作了，我们的中央空调包括我们的餐厅都全面开始吊顶工作。之前没有打算吊顶，但是我觉得还是吊个顶吧，这样可以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现在我们已经在铺隔热膜了，保温隔热膜，然后在下面吊顶。这个最小的房间我们也开始吊顶了，我们准备拿它来做图书室。我们丈量世界有很多种方式，靠双眼，靠双脚，再就是靠书本。虽然我们知道靠书本能够看见的仅仅只是一小部分，但是那也是一扇窗口。所以说我不想把小院所有的房间都拿来做客房，我想要有一些活动的空间，这些空间留给想要琴棋书画的小伙伴。这边是客房的吊顶，我们也在逐步开始完善了。我们的所有客房都加了保温隔热膜，然后再进行吊顶的处理，工序会相对来讲比较繁琐，但是也是为了后期住起来相对来讲更舒适一点。今天我不在小院，师傅们已经开始帮我做游泳池了。游泳池我们准备用水磨石的方式来做。
选用了白水泥，还有我们的几种颜色的石头，然后做成了水磨石的方式。之前去大理、去洱海，看到了很多水磨石的游泳池，都特别的漂亮。虽然我的游泳池并不是很大，但是我想让它以我喜爱的方式去呈现。虽然我没有办法住在圣托里尼，但是我想要一个圣托里尼的游泳池，不算过分吧。柴火灶做好了，我们的油烟机今天也在安排了，一个柴火灶，一个抽油烟机，我们旁边还有一个燃气灶，一共是2个抽油烟机。想想这个星期就可以把厨房收拾出来，开始做饭了，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改造3间小院的第60集，今天开始安装我们小院的窗户。屋后的高山，还有远方的云林云海，映衬着师傅们搬下来的一块又一块阳光房的模板。虽然还没有开始安装，我也能够想象出它美好的样子了。咱们小院最大的一块落地窗终于落地了，今天来了就给它安装上。做玻璃的老板说，我这个真的是山高路远，他们走到半路都想回去了，因为他们都担心玻璃到家就全碎了。感谢师傅们的细心呵护，我的超大落地窗完好。说实话，我除了拍视频，其他的这种活我真的干不了。本来想去搭把手的，师傅们都嫌我碍事儿。看咱们的师傅们个个生龙活虎的，要不是他们力气大，我们这几百斤的大落地窗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在师傅们3下5除2的功夫，你看这就给安装上了。小院为什么要有大的落地窗呢？因为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江景。这不，开窗的第一块膜得我亲自撕，看见没有？1线江景哦。第一扇大落地窗已经装好了，现在我要去邻居家去买点。改造3间小院的第61集，这2天我们在安装我们的窗户和阳光房。我的土坯房没有办法开大大的落地窗，但我的阳光房可以。就像我们的生命里，无法每个角落都充满着阳光，但总有一个角落是洒满阳光的，这就足够了。
阳光房可以看出远处的蓝天白云，还有绵延不断的大山。推开窗还可以看见我们超美的清江，完全不需要装饰画，因为窗外就是一幅超美的山水画。小院的阳光房今天算是装好了，给大家看有没有超美。现在还缺点什么呢？缺点窗帘，还缺点什么呢？在长阳我的小院，推开窗户，我们就能够看见一线的清江画廊。百里画廊360度无死角，每一个角度都是一幅画，而我的小院就住在画廊里。今天我们的涂料师傅已经进场了，开始做我们的内墙。我不会告诉你，师傅们现在刷的涂料是我自己配比出来的，刷了无数种涂料，也买了无数种涂料去做实验，最终我选用了我自己配比的涂料。我想要微微的颗粒感，我想要淡淡的黄，淡淡的白。具体它是什么颜色，其实我也说不太上来，就是那种看起来暖暖的感觉，很温暖，很温馨的感觉。师傅说你应该买涂料的，刷起来简单一点。当他刷上我自己配比的涂料，他说还挺好看。你们肯定会问呢，干嘛要自己配涂料？一则呢，我想要我自己配出来的那一种感觉，其实更重要的是自己配比的涂料便宜啊。这每天10-20个工人，说实话我的兜儿已经叮当作响。虽然是自己配比的涂料，但是咱们的步骤一样不能少，咱们的底漆得先刷上，刷完底漆之后再才上我的涂料，上完涂料之后再刷一层透明的皂面漆就可以了。经过师傅们3天的努力，我们的内墙快要接近完工了。这个颜色配起来是不是超好看？因为这个高度之前太高了，现在合适了。之前那个师傅他给我们装的，然后我又没在家，爸妈他们在这里，然后也没有看，然后装完就走了。油烟机全部装好了，厨房还有一点收尾工作，我换个衣服，洗个头发，开干，因为我要把这个所有的美缝给做了，填缝。带大家看一下大型的翻车现场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就是大型翻车现场之前的样子。我的箭头指的这个位置多了一个不锈钢的凹槽，这个东西呢，在我的设计图纸上面是没有的。为什么会加上是这个呢？因为我爸说我们这个是2层的土坯房，下雨的话，那个流水滴到地上会溅到墙体上，以后会非常难打理，很脏。于是就有了这个不锈钢的水槽。有了这个不锈钢的水槽之后呢，我觉得它太难看了，于是我就让工人想办法用木头去给我包起来，然后就有了现在的工作。每天4个木工，然后开始围着我的屋檐给我包边。我在想，那包出来应该很漂亮吧，原木的感觉，对不对？这样不锈钢也看不见了。于是我这2天趁着他们去包这个东西，我就去景德镇去给小院去淘一些摆件和瓷器，因为我想等我回来他们弄好了，我的外墙一做就开始内装的软装工作了。翻车现场从现在一刻就开始注定了，但是我没有察觉，我准备去景德镇了。
这就是这段时间师傅们我不在他们的功劳。其实他们非常辛苦，然后也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但是真的我要丑到哭了。看到他的那一刻，我真的都不想录视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我觉得还是得拆，这个不能够留着。在现场，这个沿边是掉过的，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现在我考虑2种方案，一种要不然全部拆掉，一种的话就是这个不是很窄嘛，还挺好看，就从这个一直延伸下去到这里，把这个很壮的这个三角去掉，就直接走这个一直延伸去一条细边，那个上面也是一条细边包下去，把那个三角的很壮的那个去掉。你们说我这个是不是又费人又费工，最后奇丑无比？这个还是用的最好的铝塑板，用了接近10天的时间去做的。改造老房的第3天，我们找到了水源，去拉了一车水管。大3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了，几乎都是老人，我应该算是最小的吧。邻居知道我们要拉水，然后他们也会有水喝，都来帮忙一起拉水管。大3的人非常的简单且淳朴。他们没有什么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很强的体力。这一片油菜花都是他们1年劳动下来的成果。他们不舍得花5、6千去买水管，更没有钱去花好几万去修水池。如果遇到像今年1年来都没有怎么下雨的情况，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靠提，去家门口的那条河去提水喝。所以说我一定要把水管拉到家里。回到大山里面，只是想离父母近一点，能够照顾他们，然后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的到来会让大家都这么忙碌，然后他们也很开心，然后大家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去把这个水管从山底下慢慢的往山上去传递。今天一共是6个人，我和我爸爸、邻居3个人，然后再请了一个水电的师傅。我们要拉着水管穿过这一片油菜花地，直到半山腰的山洞里。我们以后在这种干旱的情况下就会有水喝。这个是水电的师傅，他有一个焊铁，然后在邻居家的旁边给他们焊上分接的水管，这样就可以分到隔壁这一家的邻居家里去。我想我应该学这片油菜花，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也能够盛开出耀眼的花。所以说我一定不能放弃。全部都接到阿姨家里去了，你说的。阿姨你还高兴的噻，以后都不用担心那个水池的啊。这边我们直接在主的线管上给阿姨接了一个分线管到她家的小水池，的线就走她的屋后面到我们自己家的水池。不过我家屋后还没有水池，所以说我要在这个位置修一个。